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呢是上到了钢铁产业，其中不锈钢第2集的部分，我们要上中级班的部分。那中级班要上什么呢？延续我们上个礼拜介绍了不锈钢全球的概况，那中国市场是在全球第1位。那接下来我们也介绍了台湾的不锈钢市场，所以在中级班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介绍中游的部分，就是说有哪些厂商在中上游这个地方做不锈钢的生产呢？我们先请导播帮我们切下图卡的部分。OK， 我们看一下就是台湾的不锈钢产业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不锈钢的整个生产流程图里面那我相信之前大家有看过所谓的平板钢的部分，再看不锈钢产业这个地方呢，就会比较简单的一点。那不锈钢产业这个地方呢，它是分作所谓的电炉炼钢跟高炉炼钢。不过不锈钢产业比较特殊的地方呢，就是它在高炉厂这个地方生产的方式只有中钢一家，那其他的厂商呢都是以电炉厂生产。那其中呢龙钢也是用电炉生产，不过因为它生产的是特殊钢，所以它的电炉就会比较小一点。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跟碳钢业比较起来呢，在不锈钢这个地方呢，它丢了比较多的，包括了所谓的镍、铬、铬这些锰这些特别的元素进去制造不锈钢。然后这个地方同时也加入了废铁。那在这个地方呢，一样跟一般的碳钢业一样，在不锈钢这个地方，它也是会分作扁钢坯跟小钢坯。那扁钢坯下去当然就是所谓的平板的系列，那小钢坯下去就是整个长条钢的部分。那我们今天主力要讲的部分就是平板钢这一部分。那有关于长条钢的部分，我们是下次做专辑再跟各位去做介绍那大家也知道，扁钢坯下去就是会有热压还有冷压。那在不锈钢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多产品就是拿到热压以后，它直接就做裁剪，直接就制管了就是所谓的工业用。因为我工业用的话，我可以直接做，我不需要用的那么就是不锈钢那么光亮那么漂亮，所以它就直接拿热压下去做。那如果说我要供一般民生的话，要弄得漂漂亮亮卖给客户的话，那我的热压就要经过了冷压，再由冷压下去做所谓的裁剪跟钢管这个部分。所以我这样一讲，大家大概就清楚了。那当然也会有非常多的厂商这个地方，那我们会慢慢后面再做介绍，所以大家不用着急那所以我们接下去就是不锈钢平板钢产业的介绍。好，产业的介绍呢，因为有点复杂，所以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呢，我先把后面不要讲部分先遮盖起来也就是说，用高炉炼钢或是用电炉炼钢呢，它都可以炼出不锈钢，只是丢的原料呢有些微的差距，但是他们共同就是要丢废铁这些东西，那大同小异。这个地方原料我就不多做介绍。那在生产方式的话，高炉生产目前只有一家中钢，其他都是电炉生产。那我们只要记得龙钢是特殊钢，电炉比较小就好了。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不论从高炉或是电炉我做出来，我会变成扁钢坯。那目前呢，叶联是国内的不锈钢的龙头，它是一贯厂，就像中钢在碳钢里面是所谓的一贯厂。所谓的一贯厂就是说，它从炼铁、炼钢到压延这个地方那它生产的扁钢坯呢是自用为主，再做成下游的热冷压的部分。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所以我们就会讲说，叶联做出扁钢坯以后，然后接下去它就热压。那热压部分它可以做成一些热压下游的产品，就是我们前面介绍工业用的部分。那如果它要做到民生用的部分呢，它就要退火栓洗以后做成冷压，然后再制成一般的用品。那这边要特别讲，你会说为什么你讲叶联是所谓的台湾不锈钢一贯厂，那你没有特别提到所谓的华兴还有唐龙？没有错，华兴跟唐龙它是有电炉厂，但是呢他们的热压都是委由外包进行那委由外包进行，那其中华兴是委由中钢的子公司中龙这个地方做一个代压热压的部分。那唐龙的部分，它不锈钢热压钢卷呢是委托中钢代为代压，然后这些他们等于说炼出扁钢坯了以后，请他们代压
成热压以后，拿回热压以后，他们再自己制造成冷压钢卷，然后再供给下游使用。所以这样一讲，然后大家就知道了。所以为什么叶联叫做一贯厂？好，那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就是有生产热压的，就是叶联跟中钢。可是中钢是代压，所以真正在讲生产热压的部分就是叶联，然后中钢代压，那其他就是部分就是请他代压，然后冷压的部分呢，生产厂商就比较多了，包括了叶联，还有拿回热压钢卷的唐龙跟华兴，还有千兴。那千兴这边我写单压厂，单压厂只要有看过我们所谓的平板钢系列，大家就知道我们那时候提到一个什么中宏嘛，中宏是不是单压厂？那千兴这个地方单压厂就代表什么？它直接跟人家拿热压，然后做一个加工的直接拿所谓的扁钢坯或者是热压钢卷，然后再做一个压延的部分，然后生产冷压厂的部分，这个就是单压厂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那在热压的部分呢，有非常多的生产厂商，就是说，我热压完了以后，我直接去做裁剪跟做制管，然后因为我是直接热压，没经过冷压，所以我就是以工业用的为主。那厂商很多，我没有全部列出来，我讲几个比较重要，大家比较常听过的，包括张元啊、新钢啊，还有允强这些这些裁剪的部分。那钢管的话，就包括了大成钢、张元、允强。好，那这就是热压的下游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冷压下游的部分哈。冷压下游的部分其实跟热压这个地方的厂商是重复的，只有几个是不一样的部分。那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生产线都是一样，只是说他们拿热压来做底材，还是拿冷压来做底材所以我这边有写了1、2、3、4，就是说我拿到扁钢坯以后，如果做成热压然后再下去做裁剪的部分加工，然后如果生产冷压的部分的话，然后我再去做一些那个下游，就是供那个家庭用的一般民生消费部分。好，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些厂商就好了。看起来复杂，其实并不复杂，我们直接看技术面就可以了。好啦，我们刚刚不是有介绍过不锈钢单压厂商千兴，那在介绍2014我们那时候就曾经介绍过，就是说所谓的单压厂商呢，它原料受制于别人，那价格也会受制于别人，那相对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利润就相对比较有限。然后再加上呢，千兴这家公司它的负债比例也不低，所以造成它的获利情况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它的数字，不是负就是正，可是正负之间它的就是即使赚钱，数字获利也不会很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它的线型哈，你看1D、2D、3D、4D 哈，然后接下来反弹没有过高，再继续走1D、2D、3D、4D。我为什么把千兴特别拿出来讲呢？因为很多投资人都问我说，Judy 现在大盘已经快到了相对4D 了，是不是接下去它就一定往上冲呢？那我直接用千兴这样来跟大家讲，1、2、3、4走完了以后，反弹要看它能不能过1/2跟末跌高，能过了以后才有机会做一个所谓的盘涨，或者是盘整，或是45度的格局。如果没有的话，反弹不到1/2，它接下去还要再去完成后续的1、2、3、4。你看看用这样时间比过去要花多少时间所以大家在抢反弹的过程中，一定要记得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如果你的标的在下跌的过程之中，它已经跌破了1/2，反弹又没有能力过高的话，那它的下跌 N 型是很容易扩大的这点大家要注意。好，这就是讲单压厂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不锈钢的裁剪加工厂就是501是建昌这个地方。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它的获利相对起来就比较跟我们刚刚看到单压业者千兴比较起来的话，它获利就相对来讲的话稍微比较好一点。那表现在它的线型上也是一样，它这个地方是2001年然后这个地方是1高、2高、3高，现在是走到3高的修正坡。那4高的部分就是看它这次修正的幅度大不大，你可以把前面的幅度算起来，有没有回档守住1/2。如果有守住1/2的话，那4高还容易过高。那如果没有守住1/2的话，那这后面4高就很容易盘涨或
盘整的格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个股，就是钢管及裁剪加工都有的允强。好，看允强这个地方，我们不看基本数字，光看现行就知道这家公司的获利情况一定不错，才会让它的现行包括了1高、2高、3高，会越走越高。好，你看我们看它的数字，是不是 EPS 的部分相对我们前面介绍的几家公司来讲来的比较稳定？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毛利率大概跟其他家比较起来，它都可以维持在10%上下左右，然后最主要的原因，你去看它的负债比例并不高哦，所以说我们在从基本面选股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几个，就是说从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抓出这种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它的负债比例的情况，然后它的毛利率，那你选股的时候比较好选。你就说，哎呀，我不懂基本面啦，我只懂技术面，那没关系。我们在关键 K 棒的时候有告诉你说，过高以后如果有关键 K 棒，我们可以利用关键 K 棒的方式切入，然后去做一段那个波段的涨幅，然后当最后一根红棒被跌破的时候，我们就要出场。如果大家都用这样的方式，那自然而然就可以从中获利了。好啦，那今天就是介绍几家那个不锈钢中游的厂商，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在那个什么不锈钢这块产业跟碳钢是不一样的，在碳钢的部分，我们会发现上中下游的一贯厂获利情况不错，可是，在不锈钢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在中下游这个地方，尤其是在裁剪跟钢管这个地方获利相对比较好一点，那就代表说这个地方的供需来的情况相对比较好。那上游因为受到镍价波动，所以影响会比较大。好，那我们中级班呢，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觉得有兴趣的话，不要忘了看我们下个礼拜的进阶班。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要告一个段落。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哦。OK， 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